Mexican 的朋友大家好，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次我去上海啊5天啊，我很少去上海这么多天啊，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大概也是差不多4天吧，然后我是去看 F1 的赛车，大概在2012年或2013年的时候。这次很难得可以去上海这么多天，那因为我在这次去上海其实有一些任务，那包含去拍一些各位之前看到，譬如说像拍无人商店啊，然后一些拍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内容。那在前几支的影片大家应该都看过，不过有一些比较琐碎的这些内容，所以我想说今天呢，利用这个一集的内容跟大家介绍，就是我在上海看到一些很棒的景色，介绍给大家。这次呢，因为时间比较没那么赶，我有到黄浦江的江边，而且是白天。其实黄浦江、浦东啊、浦西啊这些岸边啊，其实我已经去过3、4次了。那印象让我最深刻的就是它晚上的夜景。不过这次呢，我们是去白天，这风景非常的漂亮。各位如果要去黄浦江的江边看这个风景的时候，不一定要选择晚上哦，只是晚上的时候看起来有夜景比较漂亮。白天呢，有一个好处，人少。然后却可以看到整个岸边很漂亮的风景，所以其实白天也非常适合去，只是白天天气有点热了。浦西黄浦江的江边，老码头这里刚吃完这个午餐泰式料理，先来这边逛一下。对，这边以前浦东那边去过，我们等一下去浦东那边坐船喝咖啡，然后看一下这边美丽的风景。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所以来这边。不过我希望下一次应该是去别的城市了。深圳去过，上海，然后还有哪里没有？大陆其实来这么多次，居然只来过这2个城市。这边我是第一次来，我没有从这边看过去浦东过。好漂亮哦！哇，超美的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岸边白天都有货轮在载这个货，上面不知道应该是沙子吧。谢谢啊。我去的上海的第2天刚好是世足赛开幕的时候，所以非常热闹。晚上啊，都各个酒吧全部通通在看足球，然后所有的人都坐在外面，一边喝啤酒，一边看足球，非常热闹。哇塞，这一份是我的啊！对，是1份。这怎么那么大一份？我现在在浦东机场等飞机，然后要结束了这几天的上海的行程。因为我这一次带了很多的工具，摄影的工具来，那顺便我想再跟大家介绍2个我用很久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在拍照的时候不一定会用到摄影机，有时候可能会临时会用到手机啊来拍摄，因为现在手机拍摄的画质其实也很好，所以我有时候很多的画面我会用手机拍，但是手机拍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收音不好，所以我回去都会再用旁白的方式做配音。我这次来上海用手机拍了非常多的画面，你看这边都是影片，可是如果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要传到电脑里面，就 delay 了。每次从浦东回台湾都会 delay， 我不知道为什么。OK， 你看这么多的影片啊，这么多的视频在里面，通常我们都会用 Lightning 连线，然后再用电脑传输，然后再 copy 到硬碟很麻烦。然后也有人会用 AirDrop， 但是 AirDrop 的速度虽然快，但是有时候常会 lost， 也就是说常有时候会传到一半中断，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真的非常不信任用无线传输的方式是传到电脑，除非你是只有传一个档案。那像我这种大量传，我有一个东西非常好的东西介绍给大家，这个叫 iSpan Mini， 然后这个里面呢，我这颗是128G 的，它非常好用。你看这边直接插上去之后呢，
我就怎么样都可以连线了，对不对？就直接它会自动开启 iSpan 的 APP。那我开启 APP 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选择这样复制档案。我这里有个复制档案，我复制档案就复制手机里面的相片。进来之后呢，我就可以把我，譬如说我打勾，这些都是我拍的。好了，选完了，终于选了，总共120个档案，复制到 iSpan 随身碟，复制到 Videos， 复制到这里，好，复制到此处。它这边有一个红色的杠，跑完就是全部都是拷贝完。所以呢，我如果 copy 完之后呢，我只要把它拔下来，然后直接插在电脑上面，我就可以直接复制到电脑里面，或复制到我的这个专门在备份的硬碟里面，然后我就可以做影像剪辑，非常方便，非常快速。比起我用 AirDrop 的，第一个它比较稳定了，再来就是它传完之后呢，它可以自动选择要不要把刚刚已经拷贝过来的档案要不要删除，这样就不会有2份档案都同时在手机上又在这样会占用很多的那个记忆体空间。所以呢，这个东西推荐给大家，非常有用。然后它再来就是它可以备份联络人啊，备份你的手机里面所有的资料。那另外还有一颗比较特别，就是这一颗呢，它可以用 Android 手机，譬如说用 Android 手机的备份。如果 Android 手机现在都用 Type C， 它最棒的地方就是说，左边是 Type C， 右边是 USB， 对。所以你如果在譬如说像我这样做备份的话，直接可以插上去。直接插上去之后呢，就可以把手机里面所有的相片一样拷贝到这里面来，然后拷贝完之后呢，再拔出来，再直接插到电脑里面，就可以进行做备份的动作，或 copy 到你的硬碟做影像剪辑。所以这2个东西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我就不用在那边拉线，然后传输，这样很麻烦，然后而且速度又慢。时间过真快，这么快就要回台湾，我现在很想要下次赶快再来上海，或者是到这个大陆的其他的地方，希望能够拍更多特别有趣的，这个通通都可以，都有兴趣。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有特别的想法，可以传讯息给我，好不好？也不一定要大陆啊、香港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尤其是马来西亚，我还没去过。我看过我的后台。我的马来西亚粉丝占所有的粉丝排名第3名，那第1名当然是台湾，第2名是香港，第3名是马来西亚。可是我觉得大陆的粉丝朋友其实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里面看到的这个比例这么少，很有可能大部分都在我的微博吧，好吧？记得要关注我的微博。哇塞，那台是双层的空中巴士，那台好大台哦！各位有看到吗？这是飞机是什么型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客机？这是什么型号？双层的，有没有看到？上面1层，下面1层，左右各2颗，超强！我试一个功能给大家看了。如果你很讨厌在拍照的时候，每次拍完照都要再把你的相片储存到这里面来，它有一个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拍照的时候，相片直接就在这里面。所以你在拍照之前呢，先把这个iSpan 随身碟呢，直接插在你的手机上面。这样子就可以拍照了。这样拍完的时候，这张照片呢，其实就在这个你的随身碟里面，所以非常方便。好。影片还没结束哦，后面有个压箱宝。刚刚不是有跟大家介绍 iSpan Mini 吗？但是呢，我手上还有一个更特别的，有没有发现它的造型不太一样？它的造型是弯曲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 iSpan， 它是做弯曲的。做弯曲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直接装上去之后呢，变成这样子，不会随便的掉下来。那 iSpan 呢，它一样可以做 Facebook 跟 IG 的这个备份社交软体。然后，譬如说备份我的 IG 然后我用 IG 示范给大家看，顺便在这边一提，记得加入我的 IG。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备份下来的资料，你不用担心随身碟掉了，被人家捡走，资料会 copy 走。这里面有一个右上角有一个设定下面有个安全性，然后呢，启用安全性的时候，它就可以帮你把资料用密码备份你的资料就可以全部用密码锁定起来。譬如说，我先输入我的密码，就可以把我刚刚备份所有的照片全部都上锁。
如果我下次要再打开或备份回来的，一定要输入你自己设定的密码才可以使用。所以呢，把这几个东西介绍给大家。这一个是 iSpan Mini Ultra USB Type C， 好，推荐给大家。喜欢的朋友呢，自己去网络上面找，应该到处都买得到了。我们没有在团购哦，纯粹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大家。同时感谢这个 Western Digital 在这一集呢赞助我们这几个产品。今天就谢谢大家，希望影片记得在底下帮我们按个赞或按分享，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我的 Facebook、我的 IG 还有我的微博。就这样子，下次见，拜拜。不一样，这边按喇叭的用意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台湾的话就是哔哔哔哔哔哔哔你老哔这样子，就是这样，所以台湾按喇叭会打架，这边按喇叭不会打架的用意就差在这里。